欢迎收看本期的葫芦娃 TV。随着世界疫情的趋于好转，国外各个国家逐渐恢复正常，而中国海关依旧卡人，出入境仍然无理由卡人，不给办护照，说明中国闭关锁国的脚步越来越快了。基本趋势已经形成，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要彻底关上国门。中国现在讲究的是非紧急、非必要不出国，紧急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家里有人，尤其是有至亲在海外，你还有一定的机会。但现在不是这样，绝大多数出国的人在海外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如何紧急，如何必要，我们要如何破局？首先需要在中国商务部备案的公司才可以合理合法的协助办护照、办理出境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商务部备案。只有这个国家有大量的劳务输入人口需求，才会有公司花大价钱备案，一般是几千万人民币这个数量级。像一些经济活动比较小的国家，比如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，每年去打工的人很少，本国也很少有就业机会。如果开个公司往这些国家输送劳动力，几千万的备案押金连利息都收不回来。所以现在比较靠谱的备案公司都是做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劳务。日本劳务需要语言培训，办理周期长，价格还高。另外是一带一路项目，但是一带一路项目都要扣押护照。基于以上情况，这就是本频道推荐通过新加坡劳务中介的形式获得护照的主要原因。新加坡外劳的人口相对很大，很多公司都有商务部备案资格，但是如果你要跑黑，的确会罚他们的钱，这也是他们化身间谍、中共狗腿子的主要原因。毕竟商鞅发明了连坐这个傻逼政策以后，持续了1000年没改。你想要获得护照，这只是你个人意愿，并不是新加坡公司的意愿。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，所以你要低声下气的求新加坡雇主给你出资料，再要求国内有商务部备案资质的公司给你出手续。有了这些手续，我们才可以去出入境办理护照。说到这里提一嘴，人民拼命想要逃出的地方一定是监狱，所以一定要给雇主一个好印象。无论是面试还是和中介雇主说话，都要保持良好印象。即使你花了钱通过新加坡办理护照，只要你不是真实去工作，就是骗取护照或跑黑。所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，自己过脑子，否则人家不给你提供资料，你什么办法都没有，护照也无法办下来。新加坡雇主为什么要给你出资料呢？因为新加坡很难雇佣到做一些低端行业的人，毕竟新加坡分为3层，公民、PR 和外劳。公民和 PR 权限都很大，政府补贴很高，所以他们不会干脏活累活，但是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干，这就是他们要雇佣外劳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每个雇主雇佣外劳的数量和他公司的规模是有配比的，而且需要登报，没有新加坡本地人竞聘的情况下，才可以把名额分配给外劳。因为早期中国人比较吃苦耐劳，雇主愿意给外劳提供资料，即使你没有护照，他们也愿意等。一般办护照的周期在1个月到2个月之间，由于外籍劳工的缺乏，他们仍然愿意等。如果外籍劳工多干一些时间，他们会给很多的福利，每个月也都会有涨工资，而且他还需要花一定的政府费用。很多网友会说，那我把他的政府费用赔偿了不就好了？其实不行，不要忘了，招聘你的公司或工厂，他们缺的是人，不是缺你的补偿。如果你和新加坡公司比钱，好像他们都比我们有钱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中转新加坡，并且不在新加坡停留，加上马来西亚和越南劳工的冲击，大量的新加坡工厂企业不愿意再招收到新加坡就跑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全球知名的福建人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。这就是以前办理新加坡签证可能只需要1个礼拜，现在要拖到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原因。没办法，先走的吃肉，后走的喝汤，再后走的汤都没了。另外，即使你直接中转，也会留下巨大隐患。首先，以前中国没管过出境方面的事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非常严格的卡出境。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，以前可以中转香港去其他国家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就在前些天，海外网友已经开始接到国内公安局的电话，说你的港澳通行证在香港只能停留7天，
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你在哪里等等。说从进入澳门以后你没有出境记录，注意，只要不遵守国内海关和出入境政策就叫跑黑或者是偷越边境。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来直接管理这个事情，甚至没有一定的处罚政策，但是随着你不停地接到海关、出入境、公安局、商务部等各个部门的电话，说明这个大门也要逐步严格甚至关闭的趋势。对于跑黑如何处罚，什么时候开始出台处罚政策，现在还不知道，但只是时间问题，除非以后你再也不回国了。出境的时候一定是真实去打工，这样办理护照合理合法，出境也合法。你必须要去新加坡工作，如果你不适应或者干不了，他们拿你没办法。但如果你根本不去工作，直接就跑，那么就是跑黑，这是你自己留下的巨大隐患。我每次都强调，但是可能视频做的不吸引人，没人愿意看完。如果你看完这个视频，请在这里画上重点。如果雇主找不到你以后会报警，雇佣的工人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责任的。新加坡的工资都是按月发的，从来不敢拖欠工资，法律还是很严格的。所以当你失踪的时候，他们只能报警，尤其是那些跑黑的、拉黑雇主的，他们报警以后发现你有新加坡的入境记录，没有出境记录，那么你以后都没有入境新加坡或通过新加坡中转的机会，而且你回国的路自己也堵死了。回国暂时不会追究你的责任，但是万一哪一天开始追究了，你就完蛋了。那么如何安全的不留后患的出国呢？无论是通过新加坡办理护照，还是通过新加坡工作出境，都是很好的方法，但一定要给自己留个余地，也给雇主留个余地。第一，就是你一定要去新加坡工作，工作不适合或者环境不适应，也没有人强迫你，但你打着工作旗号去骗取护照，或者出了境就跑黑，这样对雇主和新加坡中介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。但是为了挽回损失，他们就会投诉或者举报，结果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你跑黑的事情。本频道一般情况不愿意给人挖坑，肯定要给大家解决的办法。接下来讲解如何完美中转或者出境。第一，如果中转，选择一个轻快的工作，不要时间长的、加班多的，就是去溜达一下。一般情况下，在新加坡工作大于3个月就没有跑黑这个事情，所以一定要工作时间长一些，越长越好，至少也要在1个月以上。第二，如果想在新加坡工作挣钱，一定选择工资高的。工资高往往意味着加班时间长，比较累，但是赚得多，毕竟你是为了赚钱才去的。如果有移民其他国家的打算，可以快速的攒够财富。如果办护照，一定要真去新加坡工作，不要选择特价工作，花钱免灾。另外，到新加坡工作可以把中介费快速的赚回来。如果你有钱，那么就另说了，不要和别人说我办理护照花钱了呢。记住，现在办理难度越来越难，你花钱能办就不错了，至少你可以拥有到海外生活的基本资料。很多人总感觉花钱花得不服不忿的，其实如果国家对你好，你还用花钱吗？可是你生在中国，而且很多人还是很爱国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当给国家做贡献了，别那么大怨气。虽然顾客是上帝，但是出国这件事情上，中国政府是严格限制个人出境的，公司也不敢和国家作对，不是？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出国才是符合政策的。既然你想违背出国的政策，我们会协助你全力出国，但你一定要配合，大家互相配合，不要我们在这里拼了力，你不但不帮忙，还以为花了钱我还可以使点坏。注意，你怎么使的坏，最终都会坏到你自己的身上。所以亲们，劝你良善。好了，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重点。第一，如果去新加坡中转，那么工作时间越长越好，最好超过3个月，没有任何隐患。第二点，不要把你中转或者是为了拿护照的目的告诉雇主或中介，任何形式都不要透露。第三点是，干满3个月可以向雇主提出我要去其他国家，雇主在核准证的时候会配合你去其他国家。但如果你得罪了雇主，或者和雇主中介闹得很僵的话，那人家给你核准证就是要给你割回中国，你就去不了其他国家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一定及时和本频道沟通，葫芦娃会尽快的回复你，留言就行，留言最快的解决问题方法，我有时间第一时间给你们回复。
第5点，不要以为你花钱了就是大爷，花钱也不要到处炫耀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。由于你的无知，以为花了钱就很闹心，凭什么免费办理的护照我却要花钱？不要忘了，不给你办护照的是中国政府，你怎么不去找？既然他们解决不了帮你办护照的事情，当你护照下来的时候，就不要和他们有任何交集，否则他们对你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，不要怪我视频中没有提醒你。第6，尽量全力配合我们，我们也会全力协助。花钱的目的是达到办护照的目的，如果你拒不配合，每一步都不配合，我们是神仙也无法帮助你。所以记得配合我们，如果你脑子不好使，我们做的每一步都会协助你，你无论什么事情或说什么话，都要提前来问我们，不要去问其他人，即使这个人是我推荐给你们的，也不要问他。我会全程配合你们，不要总弄个窟窿让我们来堵。说句实话，我们什么麻烦没经历过，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讲，轻的损失时间和金钱，重的就更大了，所以记得配合听话，等你到了海外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本期视频很长，但是希望你们多看几遍，重要的事情拿本子记上。另外，无论什么目的，无论是谁来帮你们出钱，都要把这个钱当成自己的钱。出国本来就需要花大量的钱，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不停的折腾，不停的花冤枉钱，那是不值得的。具体哪些人出了哪些问题，我会在后面专门出一期视频，把案例分享出来，供大家参考。希望大家顺利出国，阖家平安。这里是葫芦娃 TV， 喜欢本频道的欢迎订阅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和我联系，我的邮箱是大圣tv@gmail.com， 其他联系方式在下面视频中有描述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